2018年 ，STK 公司宣布 BR18 将取代 SA-21 成为新加坡的新一代制式步枪。但是7年过去了 ，BR18 不仅没有一点新动静 ，STK 公司还把 BR18 从公司产品目录中移除了。在 STK 的官网中，新加坡下一代步枪已经变成了 Next Gen SAR， 并于2024年的新加坡航展上首次亮相。就结果来看 ，STK 公司没有选择明说，而是用一种冷处理的方式告诉我们 BR18 项目凉了。那么 BR18 为何被取消？新生的 Next Gen SAR 能否满足新加坡武装部队的需求？就性能来说 ，SA-21 的确很好，无托设计，自带瞄准镜，后坐力低，即使仅进行了基础训练的士兵，也可以保证极高的精度。结构也很简单，在1分钟以内就能完成拆卸与组装的操作。后续还推出了多种改进版本，只是问题在于，即使经过改进 ，SA-21 的自身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，对左撇子不友好的问题依旧存在。于是 STK 开始研制新的步枪，在2012年的新加坡航展上，次世代概念步枪 NGCR 首次亮相，分为有托与无托两种。与 SA-21 相比，二者最大的优点就是减重了 25%， 改善了 SA-21 令人诟病的重量。等到2014年 ，NGCR 分别更名为 BMCR 和 CMCR， 也就是无托式多用途战斗步枪与有托式多用途战斗步枪。其中 BMCR 也就是后来的 BR18。2018年 ，STK 公司宣布 BR18 将取代 SA-21 成为新加坡的新一代步枪。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前抛壳系统，也就是无托步枪最具争议的地方。无托步枪也就意味着同等尺寸条件下枪管更长，或者说在保证初速、射程以及精度的同时缩短枪身，对枪身的空间利用率更大，重心更容易设计的集中，在一些狭小空间中可以提升射手的战术动作灵活性。就像火力军在 SA-21 那期视频聊的那样，新加坡作为一个城邦国家，CQB、CQC 的概率非常高，很适合无托步枪。SA-21 BR18 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只是无托步枪也有一个问题，枪机和抛壳处距离射手太近，噪音和火药燃气会对射手造成影响。当然，这点缺点不是不能克服，戴个耳塞和眼镜就能解决了。最难受的是，有时候无托步枪会为射手吃新鲜的弹壳，对左撇子与换肩射击不太友好。偏偏在 CQB 作战时，射手需要频繁的换肩。左撇子占全球人口的 10% 至 13%， 而新加坡所有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必须履行兵役义务。理论上来说，左撇子的数量不会少，枪械必须照顾这个人群的需求。解决抛壳窗为射手吃子弹的方法有很多，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让左撇子射击时仍然抵在右肩，但是这不是长久的办法。如果一款枪械需要让士兵去适应它，而不是枪械适应士兵，那么它的人机工程学设计绝对存在问题，只能在枪械上下功夫。在这方面，最常见的设计就是更换抛壳方向，比如奥地利的 AUG、法国的 FAMAS 以及英国的 L85 无托步枪都是如此。直接设置2个抛壳窗，可以通过分解窗支反装枪机来切换抛壳方向，方法简单粗暴也很有效。但问题在于，依旧无法在 CQB 作战中快速换肩射击。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设计，下抛壳，弹壳从枪身下方掉出来，比如比利时的 P90， 虽然看起来比较奇葩，但依旧是无托结构，加上弹匣位置特殊，于是设计了下抛壳。只是这种方式虽然不打脸，但是可能会出现弹壳烫手的问题。BR18 采取的措施是第二种前抛壳系统，在 BR18 的枪管右侧有一个水平的抛壳短管，并在握把处设有抛壳口，枪机上没有抛壳艇和顶壳杆，仅通过抽壳钩固定弹壳。开火后，枪机向后运动时将弹壳抽出，并带动一个抛壳杠杆，将弹壳推至右边的抛壳短管中，附近时再通过一个联动的柱塞将弹壳推出去。射击时 ，BR18 的弹壳会被枪机的抛壳装置送到抛壳短管，并随着后续的射击被一发发顶出去，从根本上避免了抛壳打脸的问题。在其他方面 ，BR18 也充分考虑到了左撇子士兵，比如垃圾柄可以左右互换。至于其他基础设计 ，BR18 也极为先进。新加坡研发 BR18 的目的就是弥补 SA-21 这种无托步枪的缺点。事实证明，它的确做到了，不仅解决了弹壳打脸的问题，在基础数据方面也是吊打 SA-21。BR18 采用 B 膛待机，活塞长行程，活塞杆很长，前后直径相同，可以减少往复运行的震动。这种结构能够轻松调节导气量，也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弹药或安装消音器，同时也便于拆解进行清洁和维护。
其整体长度仅为640毫米，比 SAR-21 短了20%。长度缩短，没有自带激光瞄准装置，重量也有所减轻，空枪仅2.9公斤，比 SAR-21 的3.82公斤轻了25%，依旧是发射5.56毫米弹药。枪管长度虽然缩短，但是有效射程并没有降低，也就是800米。顶部和下部都设有皮卡丁导轨，可以安装各种瞄准镜和附件。也正是轻便短小的优势，BR-18无需重大修改就能用于步兵、机械化部队以及特种部队。BR-18的快慢机位置也发生了改变。在 SAR-21 中，我们聊到了该枪将保险与快慢机分开，快慢机在激发机附近，保险的位置放在了扳机护圈的位置。这种设计有一定的好处，保险的位置极为便利，只要打开保险就能开火。但这种设计也有缺点，快慢机的位置太尴尬了。想要转换射击模式，射手需要将手从枪上完全移开，并寻找快慢机的位置。在 BR-18 上，保险与快慢机被设计为一体，放在了扳机附近，并从按钮式改成了拨杆式，形状为圆形。扳机附近的三角形旋钮则用于释放弹匣，二者均可以使用拇指或食指操作，非常方便。托腮板依旧是可动结构，只要向后拉动，就可以露出弹膛尾部的关键部分，方便快速排除故障。为射手保护配备的整体式保护盖板在 BR-18 上也存在。可靠性呢也很好，可以抵御沙子、灰尘和火药烟灰，从而便于维护。在研制时 ，STK 公司还为 BR-18 设计了越海能力，即使将步枪进入水中后，也能安全开火。就 BR-18 的性能来看，其完全有资格成为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制式步枪。在出口方面 ，BR-18 的设计和功能也能吸引许多客户，并且在2017年的时候，该枪就已经进行了测试。2018年展出的型号就是量产版本，后续更是推出了精确射手步枪型、机枪型等等。按道理来讲，用不了2年，我们就能看到 BR-18 替换 SAR-21 的消息。但事实却是，大概在2023年 ，STK 公司就把 BR-18 从公司产品目录中删除。这就有一个问题了，新加坡为什么取消 BR-18 呢？BR-18 的确很优秀，更是解决了无托步枪换手射击的难题。只是其最大的问题也出在前抛壳系统上，这种设计会影响可靠性。最先出现的长弹壳导管式前抛壳系统，弹壳导管较长，可以容纳2枚以上的弹壳。射击时，弹壳从机匣前部的抛壳口排出。典型的例子就是 F2000 RFB， 其中 F2000 是通过自动机上的摇臂系统与直转卡铁将弹壳送入导管。RFB 与 F2000 类似，通过抽壳钩将弹壳抬入弹壳导管。只是在前抛壳枪械的发展过程中，工程师发现大量弹壳在导管内蓄积，会导致弹壳的运动阻力，很容易影响枪械的可靠性，在退弹方面也不是很方便。于是弹壳导管开始缩短， BR-18 就是如此。但即使如此，可靠性还是不行。枪械使用前抛壳系统，也就意味着弹壳需要从枪机位置经导管或半开放通道潜移至抛壳口。较长的运动路径增加了弹壳与导管结构摩擦碰撞的概率，尤其在连续射击时，可能出现抛壳不畅，甚至是卡死，也可能因抛壳管受热、弹壳膨胀等问题而出现卡壳。而且前抛壳射击的枪械对子弹的要求也很高，配上不合适的子弹也会出现卡壳。其次，前抛壳系统的枪机与自动机的结构也比较复杂，可靠性进一步下降。前抛壳系统需增加弹壳导管、摇臂组件或抽壳钩等结构，导致内部机械复杂度大幅提升。F2000 通过摇臂系统推动弹壳至前抛壳口， RFB 依赖导管引导弹壳， BR-18 则是增加了一个抛壳杠杆。在恶劣环境中，这类设计更容易因异物堆积或零件磨损而出现卡壳的故障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维护难度。导管和联动部件的存在，导致拆卸清洁流程极为繁琐， F2000 就需要专门维护弹壳导管。除此之外，部分前抛壳系统如长弹壳导管式对射击姿势，很明显 BR-18 与上面的这些需求有些出入。火力军估计这也是 BR-18 被取消的主要原因。目前新加坡的下一代突击步枪换成了 Next-Gen SAR， 目前已经正式亮相。那么该枪是否能顺利取代 SAR-21 呢？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， Next-Gen SAR 的导气系统有所改变。之前的 BR-18 使用了与 SAR-21 一样的长活塞，而 Next-Gen SAR 则是将导气改为了短活塞。根据机匣右边给垃圾柄预留的槽位以及可拆卸的抛壳挡板来看， Next-Gen SAR 的垃圾柄和抛壳窗都可以互换，
使用简单粗暴的方法解决了左撇子的问题。设计与 AUG 一样，缺点也是如此。实际作战时无法在 CQB 作战中快速换肩射击。当然，如果士兵已经习惯吃弹壳，那这些小问题也不是不能克服。最大的亮点就是模块化，可以在 5.56 与 7.62 之间切换，只需要更换枪机、枪管以及下机匣就可以改变口径。表面上看，这种模块化的设计没有什么作用，实际作战时没有人会背着2套子弹、枪机和枪管，然后在战场上更换口径。但是零件通用，相当于拥有2款枪械，可以根据实际任务更换口径，后勤训练也更方便，哪怕只用在外贸，模块化也更合适。同时，这种模块化的设计也意味着 Next 的 GSAR 可以结合火控系统，成为神射手步枪。比如使用激光测距仪测量目标距离，并跟踪移动目标，增加首发命中率。按照 STK 公司的说法， Next 的 GSAR 也适用于反无人机。至于该枪能否顺利成为新加坡的下一代步枪，火力军也说不准，毕竟有 B-28 的前科。不过就枪械性能来说， Next 的 GSAR 也是有机会的。为了让左撇子也可以无障碍使用， Next 的 GSAR 采用了双侧抛壳设计，其配备的皮卡丁导轨可以集成红点瞄准镜、激光指示器等零部件，适合城市作战与特种作战。通过切换口径， Next 的 GSAR 也能应对不同的任务，比如 CQB 的中距离压制。至于为什么不确定 Next 的 GSAR 能否取代 SAR-21， 那是因为该枪与 B-28 一样存在一定的缺点。Next 的 GSAR 稍微有一点重，体积比前2任都要大。SAR-21 与 B-28 都是 5.56 毫米口径，而 Next GSAR 可以在 7.62 毫米与 5.56 毫米之间更换。模块化会导致该枪比 5.56 毫米的枪要重，毕竟是 7.62 的机匣兼容 5.56 的弹药，不同口径对应的是不同的后坐能量。模块化必然导致枪支超重。如果单独使用 5.56 毫米口径， Next 的 GSAR 的体积和重量都可以减轻不少。而新加坡随时都准备爆兵100万，主要需求是足够轻，适合巷战，并且价格足够便宜。在这方面 Next 的 GSAR 就是弱势了，虽然是无托，但的确不如短托好用。其次，突击步枪的重要性也有所降低。新加坡这几款步枪都是无托结构，这点火力军也能理解。这种设计可以在保证枪管长度的同时缩短枪身强度，重心靠后更方便持握，在保证子弹出速时兼顾近战。只是问题在于，就枪械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常规短管突击步枪才是主流，无托的长度与出速的优势并不明显。而且随着无人机的发展，突击步枪的重要性进一步缩减。在班族武器方面，现在各国都更看好单兵无人机和巡飞弹，突击步枪只能说够用就好。就性能来看，在中远距离上，突击步枪不如班用机枪、射手步枪；在近距离上，不如短突、霰弹枪、冲锋枪。其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都能干一点。一般情况下都是作为副射手武器、指挥员武器、无人机操作员等人员的武器，起到自卫应急的作用。地位下降也就意味着不着急更换。正因如此，有人认为 Next 的 GSAR 属于 STK 公司的交叉产品，新加坡武装部队根本不会列装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可能。B-28 被取消，主要原因就是可靠性。新加坡不需要一款结构复杂、维护麻烦、价格或许还挺贵的枪械。即便这支枪可以让左撇子无障碍使用，解决了换肩射击的问题，对于新加坡武装部队而言，收益与支出完全不成正比，放弃 B-28 也很正常。相比之下 ，Next 的 GSAR 则没有那么大的问题。与其他 5.56 毫米口径的步枪相比，因为模块化可以更换口径的设计， Next 的 GSAR 的体重稍微有些偏大。不过模块化也有一定的优点，比如后勤维护方便。7.62 口径与 5.56 口径都属于同一款步枪，训练时可以在同一个班组里，就看新加坡如何抉择了。总的来说，新加坡下一代步枪从 B-28 换到 Next GSAR， 火力军认为完全没问题。B-28 的前炮壳系统存在可靠性的问题，还是不用为好。相比之下 ，Next 的 GSAR 相对更合适一点，虽然也有一些小毛病，但性能完全可以满足新加坡武装部队的需求。只是就是像火力军上面说的那样，考虑到 B-28 这个前科，如果哪天 STK 公司宣布取消 Next 的 GSAR， 继续使用 SAR-21， 火力军也不会很惊讶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新加坡武装部队会使用 Next GSAR 取代 SAR-21 吗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